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关于 LK99 引发的这个超导研究热度啊，现在正在逐渐爆发。爆发的原因呢，不是因为 Archive 上发表了多少文章，当然 Archive 上的论文也非常重要，那是分母啊。但是大家最终的目的还是顶刊呐，没有人甘于一直当分母的，还是想越过分母和分子之间那条横线变成分子。所以这里边就分两种情况了，一个是呢 LK99 直接引发新成果啊，比如类 LK99 研究的新的非经典超导的研究。那第二个呢，就是和 LK99 的材料和方法不相关，但是因为鲶鱼效应啊，让其他的超导研究者产生了紧迫感而早发的论文。我觉得目前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类的研究都属于这个范围。前两天的那一期关于 LK99 这个大结局的这个三种可能中啊，在两个岛之间是否有矛盾？有哔哩哔哩的网友就给我私信说，如果是岛啊，那投资方就不该犹豫的。就是说，如果投了 APL 论文给投资方看了，不管是否发表，那投资方就不该犹豫，而是应该确定去投资了。但是因为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到 LK99 啊引资成功的消息，所以呢，岛就是假的。这个逻辑吧是有点道理的啊，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投资机构的风险控制啊。比如啊，这次 LK99 在知乎上经常露面的几位老师啊，可能都接到过证券机构的咨询，或者是当过顾问。但是你能说证券机构会据此就投资吗？我认为不会。那这种情况啊，顶刊的倍数是非常重要的啊，并不是说 APL 发了就一定是倒，那起码万一投资失败是吧？我们也有理由来说明自己投资失败的原因啊，你顶刊发了嘛？而如果没有 APL 或者其他顶刊的论文背书，那你就需要自己组织一个审核的专家队伍。那对于普通的技术审核啊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巨大创新的突破，你组织这个审核队伍恐怕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得出合理的结论了。所以说呢，依然是一团迷雾啊。那位网友的话呢，可以说有一定道理，但实际操作上啊，也许还有别的可能。那今天啊，我们来聊聊这个 Nature 上的一篇新论文啊，是2023年10月份的一篇论文。那么马普索的一篇论文啊。马克普索呢，他主导了5家机构的科学家关于富勒烯超导的论文，论文的题目叫 K3C60 的富勒烯材料光质超导的共振增强。但是马克思普朗克固体就是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固体结构力学研究所发的啊。第一作者呢叫 Erow 啊，他来自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结构力学研究所，他是该论文的主要负责人。通信作者呢叫 Andrew Cavallari， 他也是马普的啊，他是该论文的项目负责人和对应作者。其他作者还包括呢叫滨海流，这个是个华人，他来自瑞士的保尔谢勒研究所啊，负责光源方面的工作。还有 Matteo Bazzi 来自牛津大学，是该领域的专家。还有 Daniel Nicolodi 来自帕尔马大学，提供了 K3C60 的样品。再往后呢，还有马普索的2位Giacomo Giuzzo 来自马普索汉堡大学吧啊，他参与了理论计算。还有Michael Fetchler 来自马普索啊，参与了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所以这些人啊，都来自德国、瑞士、意大利和英国的多家科研机构，通过国际合作完成了这项应该说是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其中这个 Cavallari 教授呢，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总体来说呀，这是一家结合了该领域啊众多顶尖科研力量的这么一个团队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啊。那在过去10年里边啊，使用强极光脉冲控制各种量子材料的性质啊，已经成为凝聚态物理的一大研究特点。极光呢，不仅可以在材料中写入各种神奇的这种量子相态，还能够探索材料神奇的那个非平衡物理。所以这一期的这个《自然物理》杂志报道呢，德国的科研团队呢，这个论文啊，就成功的使用泵谱极光，在一种叫做 K3C60 的这个富勒烯材料中啊，激发出了高温超导相。这项研究都打开了光控制量子材料寻找新型这种超导体的一个新的角度吧。在这个研究中啊，科学家呢使用K3C60 啊，一种碱金属掺杂的富勒烯化合物，它的晶体结构呢是由许多的这个碳60分子啊通过共价键连接形成，简称呢 C60 球啊。这些 C60分子啊排列成面向立方的晶格，而钾原子啊，它占据了晶格间的间隙，
1991年的时候呢，科学家就发现这种材料在低温时可以出现超导现象。这就是电阻突然下降到0了，而且呢可以排除非常强大的磁场，就是抗磁性很强。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的富勒烯超导体。那富勒烯材料之所以会表现出超导呢，和这个 C60 分子上的这个特殊的电子结构相关。那每个 C60 分子上呢有多个轨道，而确定超导性质的主要3个简并的 TeU 轨道。所以这3个轨道之间的能量间隙很小，电子呢可以相互跃迁，就产生各种复杂的相互作用。那么一种称为这个 John-Taylor 效应的现象呢，会打破这3个轨道的简并，有效的增加分子间的这个相互作用，就促进了超导的发生。这可能是 K3C60 这些富勒烯超导的一个基本机制。那这次做实验的这个泵浦激光可以说是点石成金，它利用强激光呢去改变材料的这个量子态，从而实现新的物理。这已经成为当代凝聚态物理的一项神迹，可以说与富勒烯超导密切相关的这个量子效应，是否将来也可以用光的方式来激发和控制呢？这成为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这个目标。在2016年的科学家首次发现在100K 100开尔文左右的温度下呢，用中红外激光照射 K3C60 后可以观察到类似超导状态的自由感应衰减和特殊的光学响应。这个发现呢，就打开了研究光控制非平衡高温超导的大门。但是由于当时的激光只能覆盖有限的这个频率范围，所以呢，关键的共振激发机制还有待发掘。那在这个研究中科学家们使用了一种新型的泵浦激光装置就图上这个可以连续的调节光子能量，覆盖呢从24到145毫电子伏特的这个宽的范围。那这样一种可调节的准单色激光就像一把瑞士军刀一样，可以用来找到刺激非平衡高温超导的那个钥匙。当使用41毫电子伏特频率，就相当于10T 赫兹的激光照射 K3C60 样品的时候呢，科学家就惊奇地发现非平衡高温超导响应增强了2个数量级。不仅在 100K 的温度下效果显著，而且一直持续到了室温，而且需要很小的激光功率，大概为 0.5 毫尔每平方厘米，这就能观察到明显的效应。所以这个激发频率对应正是 K3C60 中的一个光学活跃的41毫电子伏特的这个生子模式。科学家就通过计算发现当带有该频率的这个成分的激光驱动 C60 的生子振动的时候呢，可以有效的操纵这个电子态，改变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增强这个超导相关的耦合。此外这个频率也与单个的 C60 分子内部的电子跃迁的能量相匹配。那更重要的是呢，理论预言这里存在一种带电机子的能级，所以各种迹象表明呢，这些机制的共振耦合效应就产生了显著增强的这种非平衡高温超导响应。那这个研究首次就发现了驱动非平衡高温超导的共振激发机制。不仅对更好的理解这个现象可以说意义重大，也为探索这个室温超导就打开了新思路。科学家们也表示呢，如果使用符合驱动条件的脉冲激光连续的激发样品呢，也许能实现稳态的持续的室温超导。这对于未来实现室温超导呢，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所以这个当前的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探索材料这种量子界的时代。在强激光场的作用下呢，我们可以操纵并重写材料中的各类粒子的运动规律。这就为开启新材料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功能。实现呢我们发现那些前所未有的奇异相态，来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在这个领域会出现更多的令人振奋的这个突破成果。可能很多人也好奇为啥这个超导磁性是吧这么吸引人呢？这可能是因为磁铁的一些迷人的特点或者小时候玩磁铁带来的好感。你看它天然就分 NS 级，你这么个小磁铁，如果你不指南指北是吧，你就妄为磁铁。你这种物理特性呢，其实也会在人类社会中出现。
你比如说，而且慢慢就变成了社会的癌症。你比如说政治正确就是全世界的癌症。当然我指的不是政治正确这是本身，而是如何看待政治正确这件事儿是个癌症。因为你支持了嘛，所以我就要反对。这在很多国家之间甚至组织之间都在遵循这种行为模式，很多人被裹挟无力争辩，争辩也是个笑话。就像现在的 LK99 炼丹，它不含铁的东西，什么氧铅磷铜是吧，烧出带铁磁性的东西来，感到很神奇，看多了其实也就习惯了是吧，没啥意思。你拿个磁铁咚一下敲碎了，那些小颗粒立马就变成小磁极，什么半悬浮啊闪跳都能实现。那我感觉现在民众的思维呢也是一种政治极化，所有的支持者都变成小磁极，都陷入了这个信息泡泡里边不能自拔。我希望他们呢能早日走出来。磁铁只有2个极，这是我们这个时空的自然现象。但是这种二分法的对立思维会让人丧失独立判断和分析的能力。你比如变成了一些意识主张或者群体的奴隶像什么只要敌人支持他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思维方式确实是很愚蠢和危险。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呢和特定的群体绑定。所有的事物都应该按照它自身的价值和证据来判断，而不是简单的以敌我来区分。所以很健康的这个公共讨论就是要理性包容理智是吧，即使对于你不同的观点也要保持开放和尊重的态度，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当然相反的，这个你要有更强大的这种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我们这个频道呢就一直在做 LK99 相关的视频嘛，也一直在遵循这么一个原则。我们要保持独立思考，不管是 LK99 现象还是其他的社会问题，都应该意识到不被群体思维裹挟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时刻警惕这种简单化的二极化思维或者二分法思维不能像小磁极那样是吧，要保持理性，以免被呢 extremism 和这个 populism 所操纵。那好吧，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